年终会上，老板让我把全年提成贡献出来当年终奖，我没同意，同事们却沸腾了。没关系的，13哥，你反正开宝马没压力，你就当帮衬大家嘛。是啊，13哥，您不是常常教导我们团队要有集体精神吗？听着他们的你一言我一语，我笑着点头，随后便反手通知甲方年终款延期，月末工资卡一片死寂。之前笑着举杯的人，全都哭着敲响了我的门。哈哈哈，大家静一静。我们都知道今年大环境不好，但为了能让大家过好这个春节，江13答应把今年的提成拿出来，就当给大家发年终奖了。老板于南话音刚落，会议室里瞬间掌声雷动。身为当事人的我，直接傻眼了。我尼玛，拿我的提成当年终奖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老板，今年的任务完成量比去年还增加了15%，按道理来说公司整体是盈利的，不至于连年终奖都发不出来吧？结果老板听后，脸上的笑意一下消失不见。我养活你们这么多员工，哪里不要钱？社保公积金我全都按要求缴纳，我亏待你们了吗？公司的运营你了解吗？你说盈利就盈利，要不这老板给你来当。没想到于南越说越气，直接冲我拍起了桌子。同事们生怕引火上身，一个个低着头用眼神交流起来。会议室陷入一片安静。老板秘书小徐率先开了口：于总，你先消消气，13哥肯定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怎么会眼看着大家过不好这个年？小徐话音刚落，销售总监谢家月就冷笑一声，他平时就看我不爽，不可能放过让我吃亏的机会。小江，你需要公司帮助的时候，我和于总可是从没推辞，你是最识大体的人，公司有困难需要你的奉献，你可不能忘恩负义。说完，他给身边的赵如一个眼神，只见他眼珠转了转，跟着说道：我们这些人每个月的工资不是还房贷、车贷，就是拿去给孩子报补习班。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你爸妈早就给你买了房子，你就是没有这个提成也能过好年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钱你也不会白出。大家今年回老家有什么特产，都想着咱们13点。对，小江，我们全家都会念你的好。等我放假回来给你带我妈做的腊肉。江经理，明年我一定更加努力工作，今年回老家我为你多放挂鞭炮，保证你来年顺顺利利。我嘴笨，但是我把这话放着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，只要经理一句话，我绝对不含糊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给我戴起了高帽。于南见下面的人这么识趣，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笑容。我就说我没看错小江，只有员工过得好，公司才能更好。来，大家给小江的无私奉献鼓鼓掌。掌声越发热烈，我的心却一点点冷了下来。堂堂销冠，底薪3000，说出去简直是行业笑话。这一年，为了维护客户，我垫进去的钱都够买辆车了，全靠爸妈救济才没饿死。每次找于南报销，他只会卖惨，转个5000块，还备注是私人借款，给我画个年底连本带利结算的大饼。我咬碎牙往肚里咽，像头蒙眼的驴一样拼命拉磨。好不容易熬出50万提成，连带爸妈去3亚的攻略都做好了。结果倒好，他不光想赖账，还要拿我的血汗钱给自己立牌坊。行啊，于南，既然你明抢，就别怪我把这破公司搅得天翻地覆。想到此处，我拦下想要帮我说话的方磊，只是冷笑一声：那行，大家都这么说了，就这么定了吧。于南没想到我这么痛快答应，眼神虽有一丝疑虑，但也没再说什么。讪笑2声后，他拍了拍我的肩，宣布散会。同事们绕过我走出会议室，而我默默坐着，等所有人都走出了会议室，才回到工位。来，年终奖有着落了，借着这个喜气，我请大家喝下午茶。楼下咖啡店出新品了，听说很不错，我一直想尝尝。13哥，你要不要喝？我刚想开口谢绝，赵如却阴阳怪气地说道：小江的车都是宝马，才看不上楼下的咖啡店呢。他要喝也是喝星巴克，咱们点自己的就行。方磊表情有点尴尬，于是我开口替他解围：我最近失眠，就不喝了。说完，我拿着手机去了顶层的露台。冬日的冷风让我被愤怒气昏的头脑有了一丝清醒后，我拨通了甲方的电话。如烟，今年的尾款先不着急了。13，你跟我这玩以退为进呢？你放心，流程我上午已经批了，过2天就能打款了，保证让你不会再拿3000块钱的工资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这回是真的不着急。柳如烟察觉出我情绪不好，声音也逐渐严肃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受欺负了？于南这么不开眼，给你这个销冠脸色看了，他不会反悔了，不给你提成了吧？我只是叹了一口气。对面的柳如烟像是发现什么八卦一样，一下兴奋起来。我就说你当初应该来帮我吧，你来我这，我给你提成比你们公司再高1个点，你不用着急回复我，自己好好考虑一下，我随时都欢迎你来。
柳如烟像是怕被拒绝，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看着电话哭笑不得，心中充满感激。其实我根本没有想拒绝柳如烟，相反，我更感谢她这么多年的照顾。可以说，萧冠的称号是柳如烟的帮助加上我的努力一点点跑出来的。随后回过神来，我又给几个重要的甲方打了电话，好在他们都是真正跟我交心的朋友，非常乐意帮我出这口恶气。于是我满意的挂了电话，正准备下楼去找 HR 提离职，老板于南的声音却传了过来：50万不是个小数，入了我的口袋就是我的钱。江13那不是找我要提成，那是抢我的钱包。我就是故意不给他提成，他还不是把牙吞进肚子里，继续给我当牛做马。我心下一惊，连忙躲到一旁的杂物后，就听谢家月继续问道：网上都说裁员裁到大动脉，江13可是咱们的销冠，您不怕他辞职带着客户走？哼，他算是什么销冠？大傻子一个！他业绩好，那也是因为咱们公司做背书，他能谈下的，我不信你不行。说着，于南伸出手摸了下谢家月的胳膊，谢家月陪着笑：我不像他那么不识抬举，我自愿降一个点，多谢领导栽培。怨就怨他业绩太高，全都是自找的。我的拳头越攥越紧，心里的怒火直冲上头。我原本还想着自己提离职走人，提成的是走仲裁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偏要于南辞退我，而且该给我的赔偿，提成1分不能少。年底各个部门都忙得团团转，往常销售部都看不到几个人，如今竟然都埋着头赶工。若我不是等着摆烂被裁，现在既要盯着年底的回款，又要制定明年的方案，加班到12点那都是正常的。但现在我却是惬意无比，带薪打了几把游戏，又看了会最新的综艺，实在无聊了，我又跑去前台找小妹聊天。转眼间就要到下班的时间了，时间一到，我第一个打卡飞奔出公司，刚走到公司楼下的路口，谢家月的电话就追来了。江13，大家都在赶进度，就你不做完方案就下班。我告诉你，现在马上滚回来，过几天就是陆氏的比稿，你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交给我。Deadline 还没到，急什么？你别瞎操心了，我肯定会带着方案参加比稿。你的方案必须经过公司的批准。我再说一遍，赶紧回来！你要敢违抗，就别带这个大客户了。哼，我又没有提成，不带我还轻松了呢。去，你可别后悔。谢家月狠狠地挂了电话，我关了机，回家吃过饭后难得的陪爸妈去公园散步。我已经忘了上一次是陪他们是什么时候了。自从工作后，每天一睁眼就是这个月的业绩，为了不当最后一名在例会上被批评，只能满世界的找客户，遭各种白眼。偏偏销售的任务一年比一年重，就像资本家的心永远不会满足。转眼到了陆氏比稿的那天，出发前销售部开了小会，此时的谢家月在台上眉飞色舞。你们现在取得的成就都是靠着公司，别以为自己是销售业绩好，公司就只能捧着你，太把自己当回事，小心被开。我知道他是在警告我，但我太想被开了，脸上的笑都压不住了。谢家月眼睛里好像要冒火，幸好于南过来敲门叫他出发，他才勉强压下去。谢家月和于南昨天去公关陆氏的李副总了，看样子好像是方案过了，就等比稿过场了。哥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谢总要是拿下了陆氏，第一个找你开刀。公关李副总，我只是笑了下，没再接话。很快，在陆氏的会议上，谢家月是最后一个做提案的。就在他讲得正起劲时，一旁的负责人直接开口打断：这就是你们的提案？和之前的水平差的也太多了，连陆氏明年的主打群体和大方向都搞不清，我可没空陪你们浪费时间。谢家月一下愣在了原地，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额头冒出层层冷汗。我们是按照李总的要求做的。负责人听都不听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站起来就要走。于南急忙走上前求情：之前做方案的同事生病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马上叫他把方案发过来。负责人思考了一下，于是又重新坐在座位上。2分钟后，我接到了于南的求助电话：江13，你现在赶紧过来一趟，只要你帮公司拿下陆氏，今年的提成我保证全额发给你。行，老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必须帮你拿下。挂了电话，我马不停蹄赶到了现场。跟甲方打交道这么久，大家已经很熟了，见我来了都很放松的跟我打着招呼：小江来了。江哥，你可算到了，这个项目没有你，我们怎么能放心啊？我笑了笑，立马把准备好的 PPT 传到了设备上。于南以为我又吃了他画的饼，看都没看，直接放到了大屏幕上。谢家月站在众人面前重新讲了一段开场白，还没说2句就卡了壳。玛卡巴卡拉卡瓦卡米卡巴卡玛卡巴卡阿巴雅卡米卡巴卡哦！全场顿时一片安静。谢家月被吓得一个激灵，反应过来后试着关闭 PPT， 可遥控器却像是失灵一般，玛卡巴卡竟然卡在了空中，一直旋转倒立。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，而陆氏的负责人气得拍着桌子怒斥：这就是你们辉煌的态度，你们耍我们玩呢？这时，大家的目光纷纷看向了我，我只是无辜的耸耸肩：哎呀，手抖，不小心发错了。江13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不用了，我宣布
你们被取消比稿资格了。现在立马给我滚出陆氏大楼！回去的路上，于南脸色铁青，一路沉默。谢家月倒是幸灾乐祸，一副看戏的样子。进了公司，于南终于憋不住了。江十三，你是故意的。是你们比稿没通过，怎么能怨我？你还不承认？要不是你故意捣乱，我们能丢客户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现在通知你，你被公司开除了。好啊，把我提成给我，再加上2N+1的赔偿，我马上走人。我没让你赔7000万，就算开恩，你还想要补偿？我告诉你，公司1分都不会给你。你想仲裁尽管去，公司的人事、法务都不是白养的，我就是拖也能拖死你。于南的怒吼引来了周围人的注意，赵如怕是闹得不够大，跟着煽风点火。13，公司丢了大客户，你脱不了干系，怎么能让公司赔钱呢？这2天你什么都不干，每天在工位上摸鱼，你要去仲裁也不占理，还是别把关系闹得那么僵，以后再见面也能打声招呼。这几年我一个人的业绩占了全公司的1/3，我为公司做的贡献比于南这个老板都多，想让我走也不是不可以，好聚好散，给我正常的赔偿，我干净利落的走人。可于南竟然为了逼我走，故意不给我提成，还想让我给我泼脏水，我不能忍。随后我拿出手机登录公司内部系统，面向众人展示，只见客户副列表上陆氏内栏负责人已经改成了谢家月。你们看清楚，陆氏早就不是我的客户了，你们想问责要找他。我才接手了1天，不熟悉陆氏的喜好，要不是因为你故意捣乱，我能丢客户？我带了5年都没丢的客户，为什么你带了1天就丢？那肯定是谢总的方案写的不好。不可能，李副总说了我的方案没问题，我才拿去比稿的。哼，没接的李副总年底都会去国外看女儿，也不知道你们找的是谁。找人都找不对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怎么会？他说他叫李军，是陆氏的副总。老板，你别听江13胡说，没准李副总今年就没有出国。陆氏管理行政的副总也叫李军。江13，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你故意不告诉我，就是想让公司丢掉大客户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原来是你在背后给我耍阴招。于南接过 HR 递来的离职协议扔到我脸上，我拿起来一看，直接笑出了声。自愿离职？当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吗？于南刚想张嘴继续骂我，秘书小徐急忙跑过来。于总，陆氏说放假前尾款回不了了。这下看热闹的同事都急了。回不了，那我们年终奖会不会受影响？那可不行，我还等着年终奖提新车呢。小江不是和陆氏千金熟吗？让他去说情，陆氏一定会同意结钱付款。对，13哥，你走之前帮我们催吧。刚才老板要辞退我不帮我说话，现在还指望我帮着催款，这群白眼狼同事的无耻程度再一次刷新了我的底线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不了你们。哼，用不着求他，一个见不得公司好的人，他会帮你们催款。可是除了陆氏，还有伟翔、金氏、黑象、创立，大概有几千万。只见谢家月瞪着眼睛，财务的声音却越来越小。江13，又是你搞的鬼！我搞什么鬼了？这里面只有陆氏和创立是我的客户，伟翔我记得是赵如手上的吧？我这就去问问什么情况。这几家的老板和陆氏关系一直很好，我一看就是柳如烟的手笔。于南意识到了些什么，他放软了语气：小江，我相信你不是无视公司利益的人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老板，你给我闭嘴，什么事都干不成。你这个销售总监当的还不如小江这个经理，丢了客户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要再敢诬陷小江，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风水轮流转，谢家月没想到于南枪口一下对准了自己，表情一下僵住。于南拿过我手上的离职申请书撕得粉碎，甚至还把年底办公室里囤积的好几提礼品递到我手上。我挑眉看着他，于南一个劲的陪着笑。小江啊，之前是哥冲动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哪有隔夜仇？这些原本是给李总备的，现在哥做主，全给你，拿回去给叔叔阿姨补补身子。快过期的破烂货也好意思拿出来收买人心，不过不拿白不拿。老板，您这可是下了血本啊，怎么怕我想不开去劳动局喝茶？看你说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是公司的中流砥柱，只要陆氏的尾款一到，你的提成哥肯定优先考虑，所以啊，这催款的事还得你多费心。放心，流程都在走着呢，至于走到哪年哪月，那就看陆氏的心情了。随后我转身离开，故意没关门，身后传来于南摔杯子的声音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等钱到了，第一个让你滚蛋。当晚，柳如烟邀请我去一家高级西餐厅吃牛排，她坐在餐桌前，一脸坏笑，把一个黑色礼盒推过来。那个行政副总是我安排的话剧演员，谢家月为了抢功劳，硬是塞了一支10万的劳力士给他，而且还是假的。13，你打开看看。随后我打开了礼盒，发现里面是一个崭新手表，也是劳力士的。这为啥要给我？
听着，这是我送的入职礼物，也是你未来的武器。谢家月私吞公款，你这只表就是对照组，到时候送他们进局子，这可是铁证，当做利息，收好。好，这把刀我接了。第二天，谢家月踩着恨天高，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工位前，周围同事纷纷探头，开启吃瓜模式。江13，这都几天了，陆氏的几千万尾款为什么还没动静？你是不是故意在搞鬼？谢总监，催款得讲究策略。张总在忙着二婚，徐总老婆生3胎，李总去南极为企鹅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放屁！李总昨天还发了朋友圈在打高尔夫，你就是不想干了是吧？别以为于南护着你，我就治不了你。谢家月，你急什么？我要是拿销售总监的位置做回款条件，你猜于南是保你这个废物，还是保几千万的现金流？我的话音刚落，只见谢家月脸色苍白，不由自主退后一步。你敢？怎么怕了？好，江13，你给我等着！谢家月转身冲进老板办公室，连门都没敲。5分钟后，办公室内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只见老板室大门被撞开，于南满脸通红的冲了出来。江13，你反了天了！谢总监说你私通外人，故意卡公司的回款，以此要挟升职。证据呢？没证据就是诽谤。老子的话就是证据，别以为离了你公司不赚了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既然要不回钱，你就给我滚蛋！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！没有赔偿，没有提成，还得赔偿公司损失。全场死寂，同事们大气都不敢出。我只是弯腰捡起地上的纸，面无表情看着于南的脸。老板，这可是你亲自签的字，非法辞退，全公司都看着呢。看着又怎么样？你这种被开除的垃圾，我看行业里谁敢要你？保安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不用送，于总，希望你以后别跪着求我回来。上午被裁，下午我就入职了陆氏。就在我熟悉业务时，于南带着谢家月在大厅撞上了我。江13，你怎么像个苍蝇一样阴魂不散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都被开除了还敢来陆氏要饭？你是想搞破坏吧？哼，要饭？我看二位这大汗淋漓的样子，才像是来讨饭的吧？保安呢？这种被开除的垃圾怎么能放进来？我们可是来见陆氏新上任的蔡江总的，要是让他冲撞了贵客，你们担得起吗？而旁边的前台小妹一脸惊恐，看了看谢家月，又看了看我。可是谢小姐，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什么误会？他就是我们公司开除的废物，赶紧把他轰出去，别脏了陆氏的地板。这位就是 Sky 江啊，是我们陆氏新来的销售总经理。话音刚落，于南就眼珠子瞪得像铜铃，而谢家月脸色瞬间惨白，后退2步撞到柱子上。不可能，搞错了吧？这绝对是搞错了。只见大厅中央的 VIP 专用电梯门缓缓打开，柳如烟带着一群西装革履的高管大步走出。众高管看到我，齐刷刷停步，90度鞠躬，而柳如烟走到我身边，亲昵地挽住我的胳膊。江总怎么在楼下站着？哟，这不是辉煌的于总吗？还没破产呢。于南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狠狠抽了自己一嘴巴。哎呀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江总，小江，咱们都是老交情了，这都是误会啊！哼，误会？刚才不是还要让保安轰我走吗？江总，我们是来送尾款支票的。小然，带着二位去会议室，我有空了再去好好叙旧。我转身走向专用电梯，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，而保安拖着于南和谢家月往里走。会议室气温来到了最低温16度，像个冷库。于南和谢家月冻得瑟瑟发抖，嘴唇发紫，已经在里面晾了2个小时。我打开了会议室门口，我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咖啡，慢悠悠走了进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陆氏的业务太忙了，让二位久等了。江总，没事，我们能等。就是这个尾款的事，几千万压着，辉煌真的要断气了。江总，咱们好歹共事一场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尾款啊，真不巧，今年大环境不好，陆氏也困难，这几千万我拿去给陆氏的员工发福利了。发福利？那是我们的货款啊！我也没办法，要不你们去起诉，毕竟陆氏的法务团队也不是白养的。我完全复刻当初于南扑我的话术，而于南脸涨成了猪肝色，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你是故意的！就在此时，柳如烟推门而入，手里拿着厚厚一叠文件。13，仲裁协议拟好了，非法开除赔偿金、未休年假补偿、拖欠提成及利息，总计103万。签了字，财务那边流程或许能走快点。我随后把这份协议丢到于南面前，冷笑一声，哼，签吧，于总，几千万的现金流，还是这100万的赔偿，这笔账我想你应该算得明白。100万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每一分钱都是劳动法赋予我的权利，你不签也行。我现在就通知财务，无限期搁置辉煌的付款申请。我签还不行吗？
随后于南抓起笔，屈辱地签下了名字。谢家月在一旁缩着脖子，甚至不敢看我。滚吧，钱到账了，我会安排付款。很快春节到了，我正陪爸妈包饺子，手机突然响了。喂，小芳，过年好啊！13哥，过年好。那个，你能借我2000块钱吗？我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了。怎么回事？陆氏的尾款年前就付清了，再加上年终奖，你怎么会没钱？什么？付清了？于南在群里发公告，说你公报私仇，扣押了尾款，因为没钱进账，公司所有人的年终奖都取消了。我现在被房东赶出来，正在街头流浪呢。好你个于南，拿了我的赔偿金，还要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甚至还要吸干前同事的血。方磊，看微信，这是陆氏给辉煌的打款回弹，时间是3天前。操，于南这个王八蛋，他骗了所有人。支付宝到账1万元。拿着应急，既然他想玩，那就帮我在公司大群里给他拜个好年。春节刚过，被员工集体讨薪的于南狗急跳墙，他带着警察冲进了我的办公室，试图用那块手表的贿赂罪名送我进去，做最后的反扑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江13，他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勒索我10万块的名表，不给表，他就不给公司结款。江先生，有人举报你受贿，请配合调查。我面不改色坐在办公桌前，右手手指抚摸着左手手腕的劳力士手表。于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，你有证据吗？指着我的手腕，得意忘形。这就是证据，赃物还在你手上戴着呢。这表是我让谢家月送给李总的。江13，这次你死定了，要把牢底坐穿。警察同志，这块表是柳如烟，刘总在专柜买的，送给我的入职礼物。这是发票和支付记录，编号都能对上。不可能，谢家月明明说送给他了，那个贱人，他私吞了。哼，你是说这个录音吗？拿出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。这表我就替李总收了，回头我就卖了变现，反正于南那个蠢货也不敢问。录音清晰回荡在办公室，于南气得浑身发抖，声音尖锐并大吼道：“谢家月，老子要杀了你！”哼，省省力气吧。谢家月因为涉嫌职务侵占，已经被我们法务举报了。哦，对了，为了减刑，他刚刚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。他说你为了拉客户，多次组织并参与嫖娼，证据都在他手机里。随后警察对视一眼，直接掏出了手铐，走到脸色苍白的于南面前。于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，我是被陷害的。江13、柳如烟，你们阴我！哼，阴你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自掘坟墓，进去好好踩缝纫机吧。那里的年终奖应该没人跟你抢。最后一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，于南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，辉煌公司因为信誉破产，员工集体离职，不到3个月就宣布倒闭。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老板，现在正背着一身债务，躲在廉租房里吃泡面。谢家月因为职务侵占罪锒铛入狱，在行业内彻底臭了名声。那些曾经对我落井下石的墙头草同事，后来舔着脸想来投奔我，我微笑着让 HR 将他们全部拉黑。